是谁啊？青青伸手握住爹爹的大掌，不知是不是药力作用，躺回床上很快又昏昏欲睡了。任鹏飞没说是谁，静静看着一脸想睡的女儿，另一只手的手指轻轻划过她的眉眼。他一直在追一个从没有想过停下来等他的人，那个人跑得越快，他追得越快，即便被一而再再而三的伤害，也没想过要放弃，就这么一直追下去，一直追下去。他一定很累，可他为什么不肯停下来？也许停了下来，才能发现其他更美的风景，才会发现那个人根本就不值得他追随。青青很努力地想睁开双眼，可是睡意滚滚而来，她实在抵挡不住，在父亲低缓沉重的声音中，就这么逐渐睡去。任鹏飞原以为至少今天之内，他不会再见到今日气急败坏离去的聂隐，可晚饭的时间刚过，便有下人前来通知他少爷找，抱着一肚子的疑惑前去，然后在水榭里见到了他。水榭是华府里一个相当雅静的地方，它临湖而建，四面通透，岸边满是垂柳，水面栽满荷叶。此时还不是盛夏，但已有几只赶早的莲苞探出荷叶碧绿波上。华府中别处屋舍都是华而不奢，偏这一处外面看着清雅，走近一看，处处精美奢华至极，连任鹏飞这样见过大世面的都暗暗吃惊。任鹏飞走到屋外时，聂隐斜倚在一张矮桌上，视线不知落在何处，见到他出现，便朝他摆摆手，示意他进来。在屋外略一停顿，任鹏飞方才脱鞋进入。这屋子隔空悬建在水面上，屋里铺乌木色的地板，聂隐坐在屋子的正中，这处也铺着一张宽大的绒毛毯子。不知是否是四面通风的缘故，屋里比屋外显得更为清凉。这张毯子铺在这儿不显得闷热，双脚踩上去时甚是柔软舒适。这儿如何？扶坐下，聂隐便勾着唇笑问道。任鹏飞不由再仔细观察这个不大不小的屋子，片刻后回道：竟能攻巧匠之手，非凡人可想，奢华之极，精美之极。这是我娘给我建的，当年我伤得厉害，快到夏天时，大夫说我要是出汗，一身伤很容易发炎恶化，需找个清凉的地方养伤。我娘就找人建了这么一个地方，这里的什么都是最好的。我呢，在这里整整住了一个夏天。这次聂隐头一次在他面前提及受伤一事，任鹏飞不知该如何作答，而聂隐也没继续在这个话题上纠缠，把桌上的2个酒杯分别摆在彼此面前，自身边取出一个酒壶放在矮桌上。一个人喝酒太闷，我叫你来是想让你陪我一起喝。聂隐直直望向对面的人，这不是命令，我也不会拿什么强迫你，只是请求，请你陪我喝酒，好吗？任鹏飞无言良久，方才移开对视的目光，视线落在桌上的2个酒杯上，略一点头。聂隐笑了，知道儿子让人准备了好几坛好酒，华夫人正蹙眉，又听到儿子此时正在水榭里，不由轻叹一声。他这儿子心情一不好就会跑到水榭去，现在又叫下人备了这么多酒，想来是要借酒消愁。聂隐如今虽看起来无碍，实际上他的身体仍未痊愈，酗酒的话甚至还会让伤情反复。想到此，华夫人便再坐不住，正要赶去劝说，却又听得下人道：少爷把人侍卫也叫去水榭了。脚下一顿，华夫人思来想去，终还是坐了回去。看来他的儿子是想解决什么事情，
他这么贸然前去，恐怕会打扰到他。固然心疼孩子，但也明白任鹏飞才是儿子心中最大的结，早一日解决，早一日解脱。这么一想，纵然担心儿子的身体，但还是按耐着没去，并嘱咐下人无事千万不要去水榭。坐了一会儿，又赶紧叫贴身丫鬟去准备聂隐调养不当、伤情反复时要吃的药，并不断祈求他千万不要喝太多酒。内厢华夫人忧虑不已，这厢任鹏飞握着酒杯，喝得颇为顺心。他不是嗜酒之人，对酒也无甚特别感觉，但若能喝上好酒，他还是会多饮几杯。这次聂隐让他喝的酒恐怕非一般凡品，起初喝下去与喝香甜的汤水差不多，但连饮数杯之后，体内一阵暖热，通体舒畅，与畅快令里打了一套武术差不多。任鹏飞即是喜欢这种感觉，不免多喝了几杯。可任鹏飞却不知道，有的酒看起来很淡，实则很容易醉人。他现在喝的便是这种酒。若不是真正能喝酒之人，只需3、4两酒就能醉得不省人事。聂隐是酗酒惯了的人，很少有酒能醉倒他，便认为大家与他差不多，所以这次一上来就让任鹏飞喝这种酒。两人面对面而坐，却几乎无话，只是默默饮酒。等到聂隐总算觉得头有些发晕时，便停了下来，望向对面的人。这一看，着实有些发懵。任鹏飞还在一杯接一杯，看起来没有丝毫醉意。暖暖的火光照映下，他不知何时已然卸下冷淡的面具，露出聂隐从没见过的温和笑意。聂隐看得喉咙发干，不由哑哑地唤了声任鹏飞。听到有人叫他，任鹏飞抬眸，双眼弯弯，笑得醉人。聂隐顿时觉得全身有数不清的虫子在爬，痒得他难受，强忍着才没坐到他身边去。任鹏飞。聂隐小声地试探，你醉了？醉。任鹏飞微斜过眼睛，向来沉稳的脸上带着一抹令人目瞪口呆的俏皮神情。你看我像醉吗？说罢，撑着桌子站起来，想走2步证明自己所言非虚，结果真的只走了2步，脚下一崴，眼看就要迎面扑倒。聂隐想也没想，伸手去接，沉重的身子就这么结结实实地落入他的怀中。当怀里盈满让他难忘的温热熟悉的体温时，聂隐一时间竟不知如何回应。倒在他怀里的人努力撑起来，鼻尖对鼻尖，忽然笑眯了眼，说道：看，我没醉吧？聂隐的呼吸都停了，怀里的人想起来，却总是被绊住手脚，反而往他怀里跌得更重更深。撩得压抑甚久的聂隐几乎把持不住，知道再这么下去肯定要出事，但又不舍得把这人推开。就在他苦苦挣扎的时候，任鹏飞似乎是累了，干脆不起来了，一头栽进他怀中，找了个舒服的地方蹭了蹭脸，满足的微笑。聂隐最后的理智顿时飞出9天云霄之外，再也控制不住，伸手环住这具让他迷恋不已的身子，滚烫的气息在他的耳边停留。任鹏飞，你醉了，你醉了。到底是谁醉了？此时要如何分得清？搂着任鹏飞的双手在轻颤，情不自禁地用舌头去舔无时不刻吸引自己的皮肤，感觉怀中的人抖着身子要逃，双手顿时用尽全力环住。不准走，这次不准你再离开。任鹏飞疼得低呼一声，聂隐稍稍松开些，把他压在毯子上，整个身子附上去。任鹏飞不适地想离开，聂隐一只手按在他的肩膀上固定住，喘着粗重的气息，
另一只手急促且慌乱地解开他的衣袍。当难以遗忘又睽违已久的身躯终于再次呈现在眼前，聂隐呼吸微滞，随后留恋不已地伸手抚上，每一处每一寸，似在回忆，似在感受，又似在确定。永远也忘不了当初在谷底初遇，第一眼就已夺去他的心神。当他褪下湿衣，把完美健康的身体呈现出来时，顿时深深的沉沦，再也无法自拔，只想更近些，再近些碰触。起初只是悸动，并未知晓什么是动情，若不是他一步一步指导，根本无法再继续，甚至体会情欲的美妙。聂隐湿着眼眶，低头在他耳边哑然道：沈鹏飞，是你给了我一切，又毁灭了这一切，到底是该恨你，还是继续为你痴迷？他的迷惘曾经无人解答，此时也不会有答案。聂隐手放在他脑后，抬起他的脸，用力地含上他的唇，如一开始的狂野，又尽量的柔情，吞噬着他的气息。底下的人一直在乱动，聂隐却吻得更深，直至全然夺去他的呼吸，让他无力再挣扎。终于肯放开他时，他的唇已经肿起，泛着鲜艳诱人的色泽，一双眼睛透着水汽，全然掩去平日的冷厉。聂隐头一回见他露出这样的神情，即便是在谷中也从未出现过。那时的他多是忍耐，或是合眼不看。那时的聂隐不懂，现在想来，他真的从未对自己有过一丝感情。聂隐苦涩一笑，可看着底下那具熟悉的身躯完整的呈现在眼前，深吸一口气，让自己冷静些许。若说回到娘亲身边后，聂隐学什么最快，恐怕便是床子之欢了。从狐朋狗友那寄来的种种图文并茂解析此类知识的书籍，也够令他大开眼界。动情时的对象是任鹏飞，然后知晓情势，夜深人静之时情动，也总是于脑海中描绘这人的轮廓宣泄。这段时日与任鹏飞朝夕相处，最渴望也最害怕的事便是与他相处，眷恋他身上的气味和温暖，太过接近会把持不住，怕从他嘴里听到否定的答案，仍是按捺不住去问，问了又怕，怕了又更想见他，实在是患得患失。早上气急而去，可这段时日以来，身边皆有他相随，这才几个时辰不见，思念便满溢，忍不住就把他叫到水榭里。至于事情为什么会进展至此，聂隐也是万万没预料到，只能说是意料之外，情理之中。本来就忍得辛苦了，最后的他如此诱人，还倒在他的怀里乱动，他要不是神仙，如何能忍得住？等到他也觉得气虚嘴干时，才知道实在是做过头了。而此时的任鹏飞更是早晕了过去，这样的任鹏飞看起来既诱惑又无比脆弱，让聂隐又爱又怜。本想找些热水给他擦擦，可自己也累得不行，便抱他于怀里，打算小眯一下再行动。结果一觉睡到了天色大亮。醒来的时候，任鹏飞还在熟睡，聂隐也没急着离开，搂紧怀里的人，弯起双眼笑了起来。偷乐够了，他才起身披上衣服走出屋外，叫来下人准备洗澡水。可能是昨晚真的是累坏了，在聂隐为他清理身体的过程中，任鹏飞都没有半点苏醒的迹象。把他的身体擦干，用棉布整个裹紧，再轻轻放回床上，找来让下人准备的药膏，把用了大半的药膏放回去，手擦干净，帮趴着睡的人翻过身，拉过被子，正要为他盖上，
视线不经意落在小腹的一道刀疤上。昨夜情乱，加上天黑看不清，一时间他还真没注意任鹏飞的身上有道已经浅如肉色的伤疤，方才为他洗澡时才有注意。记得在谷底时，他腹上只有一道巴掌大小的伤口，另一个更宽些的想来是出谷后才受的伤。还有他武功尽失一事，不知是否同是鬼婆婆一人所为。若是，那他便是无意之中为他报仇了。想起当时自己好不容易才爬出谷底，害怕又被他弄进去，第一个念头便是寻找鬼婆婆，先下手为强。一声闷咳打扰了聂隐的沉思，似是察觉到什么，他不再多加停留，帮任鹏飞盖好被子，便起身离去。再把房门掩上后，又是一声控制不住的咳嗽冲出喉咙，不想惊扰屋中的人，便一路捂着唇离去，然咳嗽声却越来越难以控制。聂隐并不知晓，在他掩上门的同时，本该熟睡的人却慢慢睁开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睛。他早就醒了，却不想让聂隐知晓，害怕面对也无法面对，索性一直装睡。昨晚的事情他记得清清楚楚，他从未醉过，自然也无法知晓最后的他竟是这般模样。任鹏飞暗暗叹息，看来这酒以后是不能再多喝了。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面对聂隐。任鹏飞趁屋中没人，强忍着不适，硬是咬牙穿衣离去。好在回小院时，雅姑正在屋中为青青喝药，没见到他进来，他才能避免被发现身体有异的尴尬。这一日身体固然疲惫酸痛，任鹏飞却无半点睡意，一双眼睛熬得通红，正苦思今后该如何与聂隐相处，没曾想聂隐更快一步，派下人前来告知，让他暂时休息一段时日，何时再去伺候少爷，只需等候通知。任鹏飞长吁一口气，总算能安下心来休息。这之后，聂隐每日都派下人送来不少养生的药材。任鹏飞觉得身体没有虚弱到需要吃药，女儿又虚不胜补，便让下人把这些珍贵的药材拿回去。可是第二天却送来更多，下人也不敢再拿走，这才把药留下。如此过了5、6日，任鹏飞的身子早已无碍，可聂隐那边依然无半点消息，只不过下人每日都照例准时送药过来。任鹏飞想，如果能这样下去也挺好，自己最后丢人，实在不知见到聂隐后该如何自处，能不见也好。可另一头又感觉哪里不对，这还是住进华府来，与聂隐相隔如此之久没见过面。在下人又送来大量补药时，任鹏飞趁人离开前向他问道：少爷这几日都在做些什么？什么？这位下人吃惊地瞪大眼睛。你难道不知道吗？任鹏飞蹙眉。知道什么？少爷可是病了好多天呢，就2天前，大夫每天都得过来2、3趟，连吃了4、5天药。少爷今天气子才算是好了不少。任鹏飞哑然，这与他预料的实在是大相径庭。他还以为聂隐也在避着他。下人看了看他的神色，又说道：不过少侠还真是关心人事喂，只要一醒就问你今天如何，还说你这段时间身体也不好，叫我们每天都来给你送药。下人什么时候走的，任鹏飞都没发觉。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，他起身走出院外，直接走向聂隐住的那座庭院。正好与几位从屋里端出脸盆、药碗、换洗衣服的丫鬟擦肩而过。看着几位丫鬟匆匆走远，任鹏飞在院里驻留片刻，才慢慢走进掩着门的主屋。你这孩子真是的，
都要把娘给气死了。屋里传来的声音令任鹏飞正要推门的手蓦地一停。之前大夫就千交代万交代，你的身子虚，在把身子养好之前，不能酗酒，更不能行房事，若不然会让身体损害更大。你可好，酗酒不说，还纵欲，你不想要命了呀？娘，也不知道上辈子造了什么孽，你中意谁不好，偏就喜欢那个任鹏飞。他是个男人不说，还对你如此无情无义。为了他，你可是一而再的连性命都不顾了。你可知道，前几日娘看你咳得快没力气，不知道有多心疼。娘，对不起。对不起有什么用啊？娘只要你好好的，你明白吗？只要你一直好好的，娘就什么都不怕了。华夫人的声音已然哽咽，之后屋中再无其他声音。任鹏飞收手回去，默默转身离开。再见聂隐已是3天后，接到消息时，从府中走出来，走进停留到大门前的马车里。聂隐正倚着车厢假寐，知道他进来便睁眼，眼里嘴上都是笑，眼波潋滟，笑容轻柔，格外赏心悦目。他今日仍然一身白衫，衬得他的肤色更白，脸上甚至看不出一点血色。